Hello， 大家好，我是少爷兵。今天我们来聊聊博马汽车，内容包括其背景、核心业务以及近期的财务报表状况。此视频是由老虎集团赞助播出。博马汽车 Mermes Auto Berhad 成立于2010年5月，是一间专注于销售 Mazda 车款与汽车配件和提供售后服务的上市公司。博马汽车的历史背景需要从全资子公司 Mermes Motor Sdn Bhd 那里说起。Mermes Motor Sdn Bhd 是一间成立于1988年9月的公司，当时是叫做 Cotton Collection Sdn Bhd。后来这间公司在多年间经过多次改名后，终于在1997年被 Berjaya Corporation 收购了，并在 Berjaya Corporation 的怀抱中度过了长达10年的休眠期。2008年2月 Berjaya Corporation 重新启动了休眠已久的 Berjaya Synthetic Fiber Sdn Bhd， 并将之改名为 Mermes Motor Sdn Bhd。随后与日本 Mazda 签订了一项协议，获得 Mazda 进口整装汽车和其零件与配件、工具等等的大马分销经营权。之后 Mermes Motor 就跟 Mazda 的前大马分销经营商 Cycle and Carriage Bintang Berhad 进行商谈，包括收购其子公司 Hercules Automotive Engineers 和位于雪兰莪沙阿兰的巴当加瓦土地，将之前用作于 Mazda 汽车交付前的检验中心和仓储的巴当加瓦土地改建为 Mermes 的销售、维修与零件服务中心。2010年5月 Berjaya Corporation 成立了 Fiscal Star Sdn Bhd， 并在2011年将其改名为 Berjaya Auto Berhad， 已成为 Mermes Motor 上市大马股票交易所的上市工具。可惜的是，证券委员会拒绝了 Mermes Motor 的上市申请。2年后 Mermes Motor 再一次申请通过 Berjaya Auto Berhad 上市大马股票交易所，而这一次的申请则顺利通过了，并在2013年11月成功在大马股票交易所的主板上市，代码为5248 BJ Auto。 上市的当天 BJ Auto 涨势如虹，股价一度暴涨3倍至2零级20线，名列10大上升股榜和10大热门股榜。对于一间有着良好业绩的公司，以及背后有着大富豪陈志远的 Berjaya Corporation 这座靠山，投资者纷纷涌入抢购 BJ Auto 的股票，直到其股价一度飙升到接近3令级的巅峰。只是从2014年5月开始 ，Berjaya Corporation 就开始不断的出售股票，直到2016年10月完全脱售所持有的股票后，便不再直接持有 BJ Auto 的股权，自此从大股东的舞台上退了下来。随着 Berjaya Corporation 不再直接持有 BJ Auto 的股权， BJ Auto 也随即改名为 Mermes Auto Berhad， 简称 B Auto， 代码则维持不变。虽然背后的大靠山没了，但是之后的 B Auto 一直保持着不错的业绩，其股价也维持在2令级至2令级50线左右，直到2020年初全球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时，股价才开始滑落至历史新低，季度业绩也一样录得自上市以来的最差一次。后来随着全球多国开始实行防疫设施和注射疫苗，目前公司的业绩已经逐步恢复，其股价也开始回升。但是相对于疫情爆发之前，现在的股价还是处在于低位。B Auto 的核心业务主要是从事 Mazda 汽车的分销和零售，以及为 Mazda 汽车提供售后服务。其业务部门主要由地理位置来区分，分别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B Auto 在马来西亚的业务是通过旗下全资子公司 Mermes Motor Sdn Bhd 和 Mermes Motor Trading Sdn Bhd 来经营。目前 Mermes 拥有13个分部，其中8个是销售、备件和售后服务中心，3个是备件和售后服务中心，1个是销售中心和1个车身和油漆维修中心。另外 Mermes 还在全国范围内拥有72个由第三方运营的经销商中心。B Auto 的联营公司 Mazda Malaysia 和 Innocomm Corporation 也间接参与了 Mazda 的本地组装汽车。Mazda Malaysia 拥有通过第三方合同组装商组装 Mazda 的本地组装汽车，以在本地分销并出口到东盟地区的权利。而 Innocomm Corporation 主要是在吉打州的 Kulim 汽车装配厂从事制造和组装轻型商用车和乘用车，以及 Mazda 和其他乘用车的合同装配业务。截至2020财政年 ，B Auto 在马来西亚的业务贡献了总营业额的85%左右，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
B Auto 在菲律宾的业务是由 Burmese Auto Philippines Incorporated 负责运营，主要是通过指定的第三方经销商来经营。目前在菲律宾全国拥有20个经销网络，其所有的经销商中心均为销售、配件和售后服务中心，提供着全面的服务，包括陈列室、售后车辆维修设施以及销售 Mazda 的零配件等等。截至2020财政年 ，B Auto 在菲律宾的业务只贡献了总营业额的15%左右。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B Auto 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B Auto 在2021年第3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4亿6746万令吉上涨了27.9%，至5亿9798万令吉。净盈利也从去年的2715万令吉增加了21.8%，至3308万令吉。营业额的上涨主要是由于国内业务的销售量有所增长，这是因为政府于2020年6月推出的短期复苏计划带来的积极影响，也就是提供从6月中至12月尾期间对本地组装汽车免征100%营业税，而对进口整装汽车免征50%营业税所致。至于净盈利的增加，主要是因为营业额上涨所致，但是由于财务成本的增加，其联营公司之一的 Mazda Malaysia 的利润贡献份额降低，以及无可避免的税务增长，导致净盈利的一部分赚幅被抵消了。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9个月前增加了6.4%，至13亿7053万令吉。首先从表中可以看到，非流动资产中的联营公司占据了蛮大比例的，表示着 Innocom Corporation 和 Mazda Malaysia 在公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公司的库存量方面就减少了60%左右，其实也不难想象是由于政府推动短期复苏计划的关系，导致汽车销售量增加所引起的。所以就是因为销售量大增的原因，也使到了公司的定期存款、现金和银行余额也爆发性飙升。至于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就比之前上升了，这相信也是因为销售量增加的原因。还有，如果查看2020年的年度报表，里面有显示2019年和2020年的应收账款预计损失拨备金都只占据了总账款的10%不到，所以还是处于健康水平。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9个月前也上升了4.9%，至8亿0508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留意到，公司增加了一笔1亿令吉的长期贷款，而短期贷款就有稍微下降了，但是整体来说债务还是增加了，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除此以外，公司的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似乎下降了不少，证明这公司正在减少这拖欠供应商的欠款。其他值得一提的就是合同负债，这里的合同负债是指尚未提供给客户们的汽车维护和保养服务，这是因为公司所销售的汽车是包括提供3年或5年的免费维修和保养服务的，所以销售量越多，免费维护和保养服务就越多，合同负债自然也会跟着增加。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从去年的流出转为今年的流入，在这一季度大增了951%，至4亿3235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公司的营业收入比去年同季大增，而支付给供应商的款项和运营费用反而比去年同季大减，所以才导致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暴涨。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出则大幅度下降，比去年同季降低了99%，至9万5000令吉。从表中可以发现，现金流出大减，主要是因为公司减少了购置固定资产。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也是和 Operating Activities 一样，从流出转为流入，大增了176%，至4815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到，虽然公司降低了短期贷款的提取量，不过由于大量的减少了股息派发，所以现金流才处于正数。另外，贷款利息方面有了明显的涨幅，这里需要额外注意。总结来说，汽车数量和人口结构息息相关，所以随着人口的日益增长，汽车的数量也会跟着提升。而 5G 时代的来临也影响着多个行业，除了医疗科技、可再生能源、通讯媒体领域以外，汽车行业也是其中一个备受瞩目的潜力行业。B Auto 所销售的 Mazda 汽车拥有独特亮丽的外形、舒适的内饰设计、革新进化的行驶性能和智能级别的安全辅助系统等等，确实吸引了很多汽车爱好者。但是撇除这些优点，单单以 Mazda 的价格来对比的话，是属于偏高的，大部分都是中上层阶级人士才会购买。
加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后，各界人士多多少少都面临了经济困境 ，Mazda 的销售量相信会继续面对挑战。话说回来 ，Li-Auto 在近期和 Berjaya Group 成立联营公司，来分销和销售 Peugeot、Citroen 和 DS 汽车，而且在争取这 Kia 汽车的大马经销权。各位对此是否看好呢？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喜欢我这次的影片，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